他出身贫寒，却似乎备受命运的青睐。从赵国清河郡的一个普通百姓，到进入汉宫，被吕后分配到代国，她一步步成为西汉汉文帝的皇后，并生下汉景帝。她是景帝朝的皇太后，武帝朝的太皇太后，最后成为辅佐汉文帝、汉景帝、汉武帝3代帝王治理大汉江山的杰出女性。欢迎来到红颜丹青频道。本频道主要讲述历史上一些著名女性的传奇人生，品读经典人物，感悟别样人生。本集主讲人为您带来西汉时期的一代美人窦漪房的故事。汉文帝窦皇后名漪房，清河郡，也就是今天的河北清河人。窦氏出身贫寒，她的父亲为了逃避秦朝战乱，隐居于关津钓鱼，却不幸坠河而死，遗下3个孤儿。西汉初年，朝廷到清河招募宫女，窦氏年幼，应招入宫。公元前195年，汉高祖刘邦驾崩，吕雉作为皇太后操纵国政。当时吕后挑选一些宫女出宫赏赐给诸侯王，每个王赏赐5名，窦氏也在选中之列。说是赏赐，其实不过是吕后为了拉拢刘姓诸王，并在他们身边安插眼线。窦氏因为家在清河，离赵国最近，所以希望能够到赵国去。他向主持派遣宫女的宦官请求，一定要把他的名字放到去赵国的花名册里。这个宦官在分配宫女时，却把这件事忘了，把他的名字误放到去代国的花名册里了。于是就这样，窦漪房阴差阳错地来到了当时还是代王的刘恒所在的代国。在窦漪房入代国之前，代王刘恒已经有一个王妃，并先后为其生下4子，而史书上对代王的这位先王后也没有太多的记载。其实，自汉惠帝刘盈登基后，朝中大权基本都掌握在吕后手中，直至刘盈崩逝后，吕后彻底开始她的专政时期。在吕后手握大权时，最喜欢做的一件事，就是把刘吕2家进行联姻。比如后少帝刘弘的皇后是吕后的侄孙女，朱虚侯刘璋也娶了吕后另外一个侄孙女，吕后侄儿吕产的女儿则嫁给了赵王刘辉，甚至刘盈的皇后张嫣也是吕后的亲外孙女。所以有后人推测，刘恒的这位先王后也是吕氏女子。窦漪房入代国后，让他没有想到的是，最是无情帝王家的刘恒竟然与其他人不太一样，对他十分真诚，也十分宠爱，这让窦漪房又惊又喜。再加上之前在吕后身边时，吕后的所作所为也潜移默化地影响着他的性格。窦漪房懂得隐忍，懂得察言观色，懂得果敢，这也让他极受刘恒的宠爱。窦漪房先后为刘恒生下了长女刘彪，接着又生了2个儿子刘启和刘武。而此时，幸运之神又一次垂青了窦漪房。先王后生病去世，于是她顺利的转正，成为了新任王后。公元前180年，吕后病逝，代王刘恒被拥为皇帝继位，史称汉文帝。窦漪房以代国王后身份回到汉宫。文帝元年，即公元前179年，窦漪房被册封为皇后。长子刘启立为太子，刘彪封为公主，幼子刘武先被封为代王，后被封为梁孝王。窦皇后早年离家，和自己的兄弟也再没有往来。在她被册封为皇后之后，汉文帝赏赐与窦皇后同族的窦氏兄弟，让他们迁居到长安。此时的窦皇后在宫中的地位已经是无人能及的了。后来的窦皇后因病双目失明，汉文帝对她的宠爱也逐渐衰退。此时汉文帝同时有了邯郸美女慎夫人和尹姬2位宠妃，其中慎夫人最受文帝的宠爱，甚至可以与皇后同席而坐。史书上是这么描写慎夫人的：有美色，能歌舞，善鼓瑟。有一次文帝游上林苑，窦皇后与慎夫人随从。待入席时，郎署长依照在宫中时布置皇后与慎夫人的席位，袁盎却将慎夫人的席位往后移了一点。慎夫人看见后非常生气，不肯入席。文帝也非常气愤，直接回了宫中。袁盎对文帝说了一番尊卑应该有序，才能上下和睦的道理，又建议文帝宠幸慎夫人，可以用赐予她财物来表示。虽然慎夫人并没有为汉文帝诞育子女，所以对窦漪房的皇后之位并没有实质性的威胁，但此时窦皇后的地位已经是非常尴尬了。
公元前157年，汉文帝驾崩于未央宫，太子刘启继位，史称汉景帝，尊窦皇后为皇太后，史称窦皇太后，并封窦太后的弟弟窦广国为张武侯。又因窦长君已去世，于是封长君之子窦彭祖为南皮侯。窦太后非常宠爱自己的小儿子梁王刘武，赏赐给他的财物不计其数。梁王甚至获得了与景帝同等的待遇，可以随意出入天子殿门。在汉景帝废掉太子刘荣后，窦太后也曾多次暗示景帝100年之后立梁王为帝，但此举遭到了群臣的反对，陈述其中的利害关系，并谏言景帝如果传位于梁王，将是祸乱的开始。由于窦婴、袁盎等朝臣的坚决反对，窦太后也就不再坚持，让梁王刘武回到梁国。梁王的皇帝梦转眼不见了，但他心中却对窦婴与袁盎充满了仇恨。梁王的野心日益膨胀，随后引发了一场很大的政治风波。他指使杨胜、公孙轨之流刺杀了反对他的数十个大臣。景帝因此十分震怒，决心要将梁王绳之以法。可后来在窦太后的斡旋与庇护下，梁王刘武逃过一切，回到了梁国。几年后，梁王看到继皇位无望，郁郁而终。公元前141年，汉景帝崩于未央宫，太子刘彻继位，史称汉武帝，尊窦皇太后为太皇太后。此时，窦太后对于朝政的干涉也更多了，她的治国思想与庄子的无为而治有异曲同工之处。窦太后非常尊敬庄子，认为庄子的这种无为而治的思想是最符合西汉当下国情的，于是继承了汉高祖刘邦的意愿，继续实行无为而治，使得西汉在汉文帝和汉景帝时期形成了史上著名的文景之治。不过窦太后十分讨厌儒生，她信奉黄老之学，在窦太后执掌大权的时期，西汉的儒生都没有什么作为。但汉武帝登基之初就野心勃勃、清静无为的黄老之术，显然不适合享有一番作为的武帝。于是武帝任用了一大批儒生进行改革，但是遭到了窦太后的强烈反对。最后，武帝不得不向祖母妥协，罢免了儒生们的官职。直到窦太后去世后，汉武帝才开始大刀阔斧的政治改革，也就有了历史上著名的罢黜百家，独尊儒术。公元前135年，太皇太后窦漪房驾崩，与汉文帝合葬霸陵，遗诏将自己东宫所有金钱财富都赐予自己唯一还在人世的女儿长公主馆陶。窦太后是中华帝国最后一位拥有黄老思想的统治者，在她的影响下，把汉王朝推上了强盛的高峰。她的时代上承汉高祖伟业，下启汉武帝雄风，在中国历史上留下了浓墨重彩的一笔。窦漪房这个人物也曾多次出现在讲述汉朝的影视作品中，在《卫子夫》中，陈莎莉饰演窦太皇太后；在《大汉天子》中，陈莎莉饰演窦太后；在《汉武大帝》中，归亚蕾饰演窦漪房；在《美人心计》中，林心如饰演窦漪房；在《真命天子》中，周海媚饰演窦青莲。若您喜欢今天的视频，就请转发、点赞、加关注吧！感谢朋友们的支持，我们下期视频再见。